正在美国政权准备交接的倒数50几天，拜登抢着宣布哦，这个功劳没有要留给川普了，要在拜登任内完成，就是在中东的停火、以黎停火协议。今天早上台湾时间是10点钟开始生效，当地时间凌晨4点。拜登亲自跑出来宣布的哦，他说协议就是在于永久停止敌对行动，那绝对不允许真主党或者是其他的残余势力再次威胁以色列安全，还是站在以色列的立场嘛哦。然后未来也会在尝试在加萨达成停火，这样的停火，拜登说是他的功劳，那当然他自己来宣布了。拜登政府的资深官员就讲，斡旋期间还同时把相关的资讯都完整告知川普的交接团队，以便未来可以接手跟进。那川普任命的国安顾问 Walz 他特别讲了，他说所有人都同意上桌谈判，都是因为川普，不然你拜登也谈不下来。他强而有力的胜利回归，都代表着不能够再容忍这种混乱，不然这个还不知道战争打多久。或者是前川普的国安会成员也是这样讲哦，就是毋庸置疑是需要伊朗授意才能够停火，伊朗是在川普上台之前才缩手，所以这个是完全是川普的胜利。到底是拜登还是川普的胜利？重点是这里不想要再战争，不想要再有人命的丧失了。光是川普胜选之后的新民调，这来自于 CBS 的报道，他说民调数字统计显示下来，美国的民众呢超过一半，就是美国是否还应该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或者军援，49%认为应该，51%认为不应该继续。其实看起来过半不应该，但是应该跟不应该，差距真的非常的近，就代表说已经有一半以上的民众反对再继续军援乌克兰咯。所以川普的接下来的影响力2.0倒数50几天，真的不知道还会做什么之外，现在外交上大家都问他会先处理内政还是先外交呢？外交上也传出来有可能跟金正恩跟北韩这个老朋友再见面吗？他说要面对面解决武装冲突的风险，当然跟俄乌战争有关啦。那以哈这里都还没有完全结束，虽然这些停火了，但乌俄战争呢？被说是拜登刻意不想让战争停吗？还是这一种他的战略临去秋波？乌克兰呢就在俄军1个月就攻占了半个伦敦这样的规模攻击底下，最大规模的无人机攻击继续轰炸。25号就有夜间发射188架的无人机去攻击乌克兰的关键设施，当然了，关键设施包括了能源这些基础的设施。所以在这个俄媒的代理人社这个报道里面告诉大家，俄军过去1个月已经占领了乌克兰将近600平方公里，这么大，半个伦敦大也是创今年这单周的最多。乌克兰国防部官员说，俄军有大炮、直升机这么多的各种武器，种族灭绝活动影响了600万乌克兰的居住地，甚至埋了很多的地雷，都在种族灭绝。还有乌克兰今天一样，也是25号啦发射的啦我们新闻在今天看到的是乌克兰这个25号发射的8枚美制的陆军战术飞弹，刚刚将军也提了一下，击中了库斯克军民两用机场。所以呢，俄罗斯非常的愤怒，说准备要报复，但他使用的仍然是美国的武器啊。报复是报复到什么程度？报复的范围哪些国家也不知道。但《纽约时报》曝光说，昨天我们讨论，大家都觉得不会吧？真的要这样硬干吗？就是美国准备要把这个苏联时期没收的核武要还给乌克兰吗？那俄国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说，如果西方世界真的对乌克兰提供核武的话，就会视为准备针对俄罗斯的核战，实际移交也可能等同于攻打俄罗斯的既成事实，那就一发不可收拾了。所以英法啦这些欧洲国家会有什么样态度的转变？会跟着川普的上台有所不同吗？英国的外交大臣拉米公开的说，英国不派遣部队，因为英法有在讨论嘛，是不是真的要派部队到乌克兰去，避免这个战争最后是非常落差很大的结束。他说他们决定不派遣。而且呢，一样会维持这项长久以来的立场，所以英法就不会这么做了嘛。但俄罗斯也是这段时间驱逐了英国的外交官，说他是间谍啦，提供不实资讯驱逐出境了，还制裁了30名英国的公民，禁止入境，其中包括了副首相，还有内政大臣，甚至是媒体，《泰晤士报》《每日邮报》的记者来回应俄罗斯的这个消息所以我们先来请将军帮我们看一下。这个相对的2场战事，拜登、川普要抢功劳我觉得这个
我们现在标题写了以离停火协议哈，你会觉得很讽刺，因为按理讲应该以真停战协议哈。这个现在来签这个协议的不是真主党是黎巴嫩政府去签的，这就很诡异了哈。因为打仗是真主党在打，虽然说真主党是在黎巴嫩的国土里面的一个真主党，但是真的黎巴嫩政府能够指挥得了真主党吗？所以这是如果说是真主党没有去签这个日来讲的话，你觉得光黎巴嫩政府签的日，真主党会认账吗？这是第一个变数，而且他用的只是停火哦，他不是停战。停火来讲，就是随时可以打。另外，这个协议内容里面还有一点，以色列来讲还保留很多的后门啦，比如说是这个地方对以色列可以随时可以进入这个黎巴嫩的占领区里面去实施。如果说是对他有什么这个违反他以色列自己规定来讲，他随时可以派兵进去。那后面来讲，我们这边文字稿里面有讲的，后面还有一个伊朗也是很大一个变数。所以我觉得这个当第一个吊诡的地方就是这个协议来讲，只是说做秀给世人看。那合理来讲，做这个秀应该是做给谁看呢？我觉得纳坦雅胡，你既然要做这个面子，那投名状你应该投给谁？应该投给川普嘛？对，川普的马上当总统以后，真的是以后美国掌权是他，你应该把面子做给川普。那为什么纳坦雅胡要把在这个还在拜登的时候？不差这2个月嘛，你一仗打到这个样，大家再拖2个月以后，你不是之前他有讲过，纳坦雅胡有讲过，说是他要将这个大礼停战的大礼送给川普，但你为什么？我很讶异，怎么突然这时候说是停火协议的？大家不要忘了这个停火协议，我觉得只是纳坦雅胡这个仗打不下去了，所以他不得不在自己给自己找一个台阶，赶快下来。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在什么地方？还是在加沙走廊嘛。如果加沙走廊这个问题没有解决来讲的话，黎巴嫩政府凭什么代表这个伊朗跟这个真主党来讲，跟以色列签这个停火协议？我觉得这只是一场政治秀了哈。纳坦雅胡做这个政治秀，给自己找一个台阶下，然后我们就看到就是一淘沙二世，现在拜登跟川普2个互相在争这个功劳，其实这很虚了，因为这个能不能够达到停火协议，能不能够达到停战？我觉得还是要看加沙地区的这个结论才可以知道。另外来讲的话，我觉得俄罗斯这个乌克兰真的有一句话叫做"死猪不怕滚水烫"上次他又用这个美国给他中程战术导弹去打俄罗斯，然后惹得俄罗斯弄了那个增速导弹这个时速到11马赫，他们自己承认也时速到11马赫去打他们自己也承认拦截不了。为什么拦截不了呢？他速度太快了，快到什么？雷达锁不住他。你知道他那个1秒钟将近这个1秒钟秒速1秒钟音速是314公尺嘛1秒的音速，10倍音速就是3公里嘛那你3公里的速度来讲的话，那你要拦截它，你如果说30公里，这个你雷达你的这个射程是30公里，其实爱国者大概只有25公里了。你大概只有7到8秒钟的时间，让你的飞弹能够发射出去。那这个时间你雷达根本锁不住，所以说根本就没办法拦截。那现在来讲，俄罗斯用这种东西威吓你，那有没有吓到？我觉得英美这些国家有被吓到，但是乌克兰这时候很明显，他这句话叫做"滚猪不怕死猪不怕滚水烫"，他继续去打，你继续打以后，这8枚听说被拦了7枚下来。那在这种状况之下，我们就看俄罗斯，我相信他一定会报复。那到底采用什么报复手段？我们后面可以大家再去做观察了。他增速的飞弹到底数量有没有那么多，够他继续再打第2波？然后第2波会打什么目标？其实我们有在观察。那老师，拜登的看守期就是要历史留名啊。我觉得这一次来之不易但是这一次的停火协议确实很脆弱很不稳定。这个最主要是因为以色列跟真主党确实2个都不想再打了，因为以色列踢到铁板，他原本估计这个传呼机的这种杀伤然后再加上外科手术的精准的对于真主党的这些领导人很精准的杀害还有就是对于他的弹药库啦、金库啦很精准的这样子杀害，那应该这个真主党已经没有反击的能力了，所以以色列的地面部队进入这个黎巴嫩南部的时候，应该是势如破竹，可是结果不是，以色列的军官尤其是中高阶的军官死伤的还蛮严重的。这个代表什么？这代表这么长的时间以来，以色列的地面部队往前推的时候推得很不顺利，那就代表真主党的实力没有被削弱，所以真主党不是哈马斯，真主党的作战力更强，即使他的指挥中心被伤害，可是他个别的这种小股作战的能力很大，以色列打不下去了。真主党由于
几波的这样被攻击，他也不想再打，那也都需要一个喘息的时间。我们强调是喘息，而不是永久停火。那这个时间，拜登跟马克龙就抢攻了，因为总不能够让这个川普来抢攻嘛，所以他们两个积极的介入的情形下，刚好双方也都愿意，那四方都愿意，那黎巴嫩的政府也可以利用这机会来强化它的影响力，五方都同意，就促成了这一次的停火协议。但是厉将军讲的没有错，真主党是间接的谈判，没有直接谈判，所以真主党他到时候是完全可以不认账的。等到真主党的力量重新调整，军力重新调配，那等到他成熟了，然后伊朗送到的武器弹药也都源源不绝的到了，然后他的干部、他的力量、他的军力重新平衡以后，他随时可以重新再发动。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强调，任何一方遭受攻击，他方就是被攻击方可以马上有权利进行反击，战争又开火了。可是你怎么知道？如果从黎巴嫩的南部向以色列打的是真主党还是不是真主党，或者是以色列往这个黎巴嫩南部打的时候是以色列军队还不是以色列的军队，你也很难去辨识。那这样的情形，只要有打，他就可以反击，那这个停火协议是不是就破碎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脆弱的停火协议，我们不能保证这个川普上任之前不会再度的启动战火，谁也不能保证。所以我觉得拜登也不要开心的太早，他讲的永久啊，不可能啊，因为刚开始签的时候谈的是6个月，是60天，这第一个。第二个，他们谈的是说，真主党的部队必须要离开以黎的边界20公里的那条河的北部。那请问是谁去落实？谁去查核？而里面以黎巴嫩的要求是，以色列的军队必须要撤回去自己的领土。可是以色列是说，美军对中间的确保真主党的部队都不在的，是要由美军来。美军说我没有要派地面，我没有要派武装人员。那各位，这中间有多少漏洞啊？有多少矛盾的地方？有多少随时可以被撕毁的地方？所以没有想象中那么好啦。是，彬哥，我们可以预见啊，川普已经讲啦，他一上任之后不会再军援乌克兰嘛。那现在英法这是在演哪一出呢？英法还要认真的讨论我们要不要直接派兵，然后最后结论说我们不要，连后来的援助都不见得会继续了吧？你怎么知道他们有认真讨论？我觉得他们只是在演戏而已啊。对啊，英国本来就不可能会派兵嘛，英国从头到尾都没说要派兵啊，是马克宏在那边起哄嘛。可是马克宏也讲了2年了，请问他派兵了吗？也没有啊。所以我觉得他也是说说而已。他们最新的一个说法是什么？他们有点想要参考西班牙内战那样，由各国派遣志愿军，大家自愿要去乌克兰参战。但是这个会成吗？我个人认为可能性很低。但是他们会讨论到这一个方向，就表示什么？表示乌克兰的情况比大家想象中还要糟，因为他们的评估就是乌克兰大概快撑不下去，所以必须要由欧洲这些国家是不是有某种程度能够支援他，不只是军力还有人力，才能够把这场战争撑下去。所以现在情况对乌克兰是非常不利的，这根本就不用讲。ATACMS 它总共据说只给了他几十枚，请问一下几十枚飞弹够干嘛？我真的不知道够干嘛。所以这个是根本不可能影响战局，顶多是迟滞一下俄军的行动而已。那你也看到俄军的行动为什么会说最近这一个礼拜占据的领土最大，表示他在加速。那他为什么可以加速？就表示乌军的抵抗力越来越差，就是这样。所以整个战场如果搞得不好，我想拜登现在最担心的事情，会不会在他还来不及卸任之前，乌克兰这边就兵败如山倒？所以我想这是拜登最担心，他也不希望这种东西出现。可是乌克兰现在看起来要撑住，好像并不是这么的容易啊。那至于说中东这个地方呢，我必须讲，这个停火其实也是多方面的因素，因为纳坦雅胡一方面他在黎巴嫩这边进展是有困难，另外一方面他的时间，他觉得自己时间不多，他现在民意对他反弹很厉害，他现在国内有64%的人觉得他在战争中的举措是不正确，对，所以很多人说要追究当初为什么能够让哈马斯这样如入无人之境这样攻击我们，有79%的人说要追究这个责任，所以纳坦雅胡现在急于要做什么事呢？他赶快在加萨走廊这边至少先保存我的战果，
想办法先巩固这里，确立他是民族英雄的地位。那黎巴嫩这边就可以先暂时放掉。可是黎巴嫩这边他就会放在那里不管吗？其实老实讲，根本不需要美军来维持啊，那边一直有联合国维和部队在那。可是他们以色列显然没把它当一回事，所以我个人认为这现在只是暂时喘息，让以色列重新去调整，让纳坦雅胡应付一下他内部的一些压力。没过多久又会开始打起来。川普虽然还没有上任，他每天都有新的宣布，说我一上任我就要做什么什么，我上任就要做什么什么。他最喜欢的关税措施，昨天不是宣布了吗？他第一个就要先把中国的关税提高10%。但是他的盟友小老弟加拿大直接跟墨西哥一样被加到25%，但其中为什么说马斯克会跳脚？因为从这个川普胜选以来，一直他的相关类股都是涨翻了的。居然为了这件事情，加州州长纽森公开表示，如果川普上任之后真的撤销购买电动车的各种联邦补贴嘛，就是要尽量用油车要回来的这个时代吗？那加州的计划推出该州新版的绿能车的退税计划，但是呢，以市值为考量，简单来讲就是直接把特斯拉排除在外，你们就在加州买其他所有的车厂电动车都有补贴，除了特斯拉。所以这个立刻让马斯克大怒啊！他就在社群平台他自己 S 上面发文呛荒唐，然后还强调特斯拉是唯一一家在加州生产电动车的公司，所以让这个市值股价一掉，一夜蒸发了超过1兆元。当然，先前赚的也是更多了哈。所以呢，这个是地球。马斯克很愤怒啊，他不只是这个愤怒，他过去还曾经骂过这个是地球上的败类，好严重！地球上的败类是什么？一个频道，美国的 MSNBC 频道。那结果现在却传出来，他有意要收购这个频道吗？那还用这个发布有关的频道的表情包贴文来表示啊，员工好焦虑啊，接下来到底命运如何不知道。但是马斯克想要扮演的角色跟这个关税现在正在对抗的这个情况是可以符合川普的利益吗？因为他的母亲在中国大陆卖商品啊，代言商品啊，包括他自己的小红书上面啊，有网友评论马斯克跟川普关系啊，有一则就特别提，只要马斯克不忘记中国人如何帮助他建造上海超级工厂，不让川普做蠢事，那中国人就会很乐意为你提供一个平台。那倒过来也是一样嘛，同样的道理嘛。所以川普跟这个马斯克之间，中国市场的利益或看法有没有可能一致呢？那当然，从国务卿到国安顾问，川普2.0看到的大部分公布的名单都是抗中的鹰派，所以北京看起来是不是真的对马斯克相对嘛有一定的期待是可以想象的。而关税牵动全球，现在川普的关税大刀准备要砍下来啊，马上让美国近70%的民众喊啊，好怕整个物价飙涨，通膨会怎么样？赶快囤货吧！现在这个黑色星期五是直接在发酵当中，比什么厉害多了。因为呢，打算在川普正式回归白宫之前，赶快囤货，尤其是大型的电器啦，可能价差会更大的这些商品。所以呢，川普说要增加中国至少在10%的关税呢，理由当然说什么非法药物、毒物了啊。中方回应的非常大气，他说愿意在平等互利、相互尊重的基础上面，继续跟美方展开禁毒的合作。美方要怎么样呢？要珍惜中方的善意。相对于此，墨西哥总统没有那么客气了。他说，如果美国征收关税，墨西哥也会被迫采取对等的措施，大家一起来硬干，一起来把关税提高。那导致两国的企业面临的风险必然上升啊。那其中很多通用、福特这些汽车，很多在美国设厂的这个企业，日本上企业都一样，是对这类公司的征收都觉得没有办法接受啊，但问题是不是川普就要这样做了呢？而胜选之后，比亚迪建厂计划，墨西哥更是进退两难。当然，这个是墨西哥在各种出访交流里面要求，希望多加投资的。但如今会不会变成所谓一道后门？那川普要对他开刀，也有这个因素在啊。那还要不要继续投资设厂呢？日本汽车当然也是不安啊，包括了丰田啊、马自达等等都在这里设厂。现在关税提高25%，那还得了？川普宣布上任科关税，德国经济部长怎么说？他说必须做好准备因为欧洲啊，我们必须要团结对抗啊。类似的事情，
随时可能发生在欧洲或德国，全部都可能变成受害者。我们要团结对抗川普政府吗？好，力推晶片美国制造这件事情，川普一直都是如此的。拜登政策理论上也是，但拜登做得更本来没有那么直接了哦，现在灵去秋波，不止外交上，内政上也是在给钱哦，继续宣布给79亿美元给谁呢 ？Intel 这一家已经在整个竞争力还有人事裁员到已经不行了的公司，快垮了的公司，美国商务部长特别说，因为它是美国制造很重要，继续要让它扩张，继续给它补助。但是呢，有一个什么诡异的预言呐，只要 TikTok 的创作者在问这个问题：美国什么时候会结束虚拟的助理啊？那这个叫做诡异预言吗？他回答没有，他的回答是2031年2月20号，美国将不复存在。大家很害怕。因为也看到很多这个网络上互相，尤其是美国民主党支持者互相疗愈的各种影片嘛那老师先来看看现在在这个关税啦，还有光是电动车补助政策，哇，还没上任，冲突就很多。加州是很推新能源的政策，民主党他比较推新能源，那共和党比较走这个传统的这个石油这个汽油燃车川普的主张说把这个补贴7500块左右美元一辆车都拿掉，马斯克支持的。那当然对加州来讲的话，你联邦的补贴没有的话，那这个还得了？那这个对加州在推新能源车的这个整个大方针这整个政策方向就相矛盾嘛。所以加州的州长就说好，那你如果联邦政府真的取消，尤其是你马斯克支持，我就对你马斯克的这个特斯拉来开刀。那我自己州里面我自己补贴，就是不补贴你。那这个你这个马斯克的特斯拉在美国至少在加州他怎么卖？可是加州是这个马斯克的特斯拉的一个很重要的市场。您如果观众朋友到这个加州，你会看到到处都是，如果是开新能源车的话，特斯拉是主力我去参观过他们的厂，对不对？它是主力而且满街都是他们在跑嘛。那你马斯克一旦少了这7500块，你怎么跟通用，怎么跟这个福特他们来竞争？没办法竞争的嘛。所以对马斯克来讲，当然跳脚，那股票就跌了我想这是一个马斯克认为说不应该补贴，那是因为马斯克的特斯拉在都没有补贴的情形下，它是比这个福特、通用更有竞争力。但是你一旦取消，但是你不补贴，这个对于地方政府来讲，它是没办法接受的。为什么？补贴是联邦政府，不是州政府这个差别有影响。那另外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我觉得川普的这个关税政策您看，如果说他真的一开始就砍的话，那本来长期以来跟美国打贸易战的中国大陆其实有影响，但是没那么大。美国跟这个中国当然都会有影响，但是没那么大。真正影响最大的是什么？出口导向的国家，像日本出口导向，韩国出口导向，加拿大出口导向，这个都是出口导向的国家，影响最大。那这个出口导向的国家影响这么大，然后欧洲的出口很大一部分也是到美国，也是8000多亿。那这样的情形，这些国家都会受影响。加拿大为什么会急着跳脚，而且马上就出卖墨西哥？就说老兄，这样好了，我们把墨西哥赶出我们的美墨加美加墨的贸易协定，把它赶出去，我们两个自己定一个贸易协定，然后把墨西哥赶走。结果这个杜鲁多没想到这个川普再被他背后也插一刀，这补这么一刀，这一刀一补的话，这个加拿大都撑不住了。为什么加拿大撑不住？观众朋友，加拿大的贸易75%是出口，而美国是排第一名。然后它的贸易占它的国内的总 GDP 是60%。那你想想看，美国一个国家可以决定加拿大的 GDP， 那影响很大。所以它一旦加了关税10%，那就马上就蒸发了300亿，加20%就600亿，加25%的话就750亿美元。那这个加拿大撑不住了。我看到数字是说，加拿大每年卖给这个美国的能源也占了它市场的60%。所以如果互相伤害起来，那又是什么局面？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税是川普最喜欢的武器。首先，他已经先扬言，一上任立刻会宣布美国的关税针对中国大陆的部分增加10%，墨西哥、加拿大25%，还更多。其实说真的，川普这个政策，当然目前他还没有上任，大家也不知道他到底会不会实行，实行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但是现在很明显，各国都剉了一弹，比如说像日本啊、丰田啊这些日本这些车商，其实都是以墨西哥为大宗的生产地方。那如果他要对墨西哥加这么重的关税，那日本车马上受到冲击，反而中国大陆车不会受到什么冲击。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中国大陆车现在根本还没去美国卖，所以它本来就没有，的确，所以就不容易受到什么冲击啊。那所以我觉得现在各国都在看川普到底打算怎么做。实际上，连美国民众自己都在看。为什么？因为理由很简单嘛。你如果是只对一两个针对性的，对中国啊，或者对加拿大啊，针对一两个国家，你去增加关税也就算了。可是川普的说法，他是要对全世界都加关税。那你对全世界都加关税，那只会造成一件事情，就是美国的物价立刻暴涨，因为你所有东西都会变贵，因为逃不掉了嘛。因为除非是你美国自己生产的东西嘛，不然的话，其他全部都要变贵。所以一边减税啊，是啊，所以一边加关税一边减税，所以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那美国就开始弱化，变成一个只有国内市场的国家吗？这个美国很多人会因为这样跑路了，而且不要忘了，他还搭上他的移民政策，他要大举的遣返非法移民。那请问一下，你非法移民一下子全部遣返了，请问劳动力从哪里来？一下少掉几百万、上千万人美国去哪里填补这个劳动力？根本不可能嘛！所以我觉得川普的政策，如果真的都要按照他选举的时候去施行，我个人认为是根本不可能实现。那美国恐怕就真如这个预言讲，2031就先挂。所以我认为这只是川普的一个姿态，也就是他是商人嘛。我先漫天要价，我先说我可能会这样干哦，如果你不配合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你看现在包括加拿大、包括墨西哥、包括中国大陆为什么这次回应看起来没有很强硬？很简单，你真实出价还没有出啊。没有啊，60更高，现在才10而已。对啊，现在就是看你最后到底会怎么干嘛。然后所以现在也没有必要跟你硬杠，然后看看你到时候真的上台之后，你会做出什么样的变化。我一直认为川普是喊得很大声，可是他自己心里，因为他是商人，他也知道很清楚，他如果真的实行他的政策，美国自己会吃不了兜着走。所以我觉得那个只是他拿来要挟各国对他让步的一个价码，因为包括他对欧盟都要征10%的税，那还了得啊！所以我觉得大家慢慢看，我认为这一局才刚刚开始而已。商业谈判的做法吗？是啊。休息一下，马上回来。现在 AI 很发达，那当然今天的 AI 股大跌了哦，相关的各种科技都有。但是美国这个软体 Amazon 告诉他的询问的消费者说，美国会在2031年2月20号，连日期都有，会不复存在。会不会不复存在？我们不敢讲，但是美国确实是在走下坡了哈。我们刚刚都一直在讨论美国的关税，认为它对其他国家会展开一场贸易战，其实他自己国内已经展开了，谁呢？就是马斯克已经跟他自己国内已经展开贸易战。你看他现在纽森搞他的这种特斯拉的车子，你知道他也去搞别的人家。他昨天发布一部影片，大家有没有看到？他无人机那满天都是，然后他说现在就是傻瓜还在做 F-35战机，就洛马公司的股票马上跌。他形容人家垃圾，他形容垃圾。第二个他去搞谁呢？他搞波音，你知道不？他说你看那个波音的星战那个太空船不是已经故障吗？他现在新练的太空计划，他就准备去搞掉波音公司。那波音公司也很衰，在这段时间里面，不管是科技或干嘛，一直要出事，太空船又出事，所以马斯克也在搞这几个公司，所以说大家各自互相在搞。另外我们讲关税哈，墨西哥为什么要征关税？墨西哥有一个名词，他们把它定为毒品关税。就是川普认为说是你莫斯科那边走了很多的芬太尼的毒品到我美国来，但是我们要知道，虽然他跟中国来讲，认为说这个芬太尼都是你中国制作的，可是问题说中国它都有管制啊，你这药品是怎么样流出去的，或者会用什么管道，其他国家怎么样经过其他管道到墨西哥，我们不晓得。观众平安，欢迎收看 TBS 新闻大白话，我是王浅秋。首先介绍这一节跟我们一起讨论最新国际以及国内最新议题的来宾，国际政治专家赖岳清老师。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资深媒体人谢寒冰，主持人好，大家好。退役少将李正杰将军。浅秋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来看看哦，今天最新消息当然是这个马英九基金会所邀请的学生访问团马龙，其中尤其特别关注，他已经下飞机到中山高中去做交流了。但这个消息呢，马龙的消息先被这个民党的很多立委，包括沈伯洋就先喊啊。这个是在统战台湾呐、所有的交流，任何的交流，什么运动归运动，政治归政治，没有啦。所有的交流，通通都是一种统战，甚至上次总统的相关行程被泄露，都是因为他们在举办扯铃啊，就比扯铃还扯，然后就泄露了相关机密行程，是教练接触机场人员所造成的。总统行程，这个是最新消息，由路透社总是外销转内销。路透社刚刚最新的报道是说，赖总统不是已经公布了要出访友邦到南太平洋的消息吗？结果呢，可能过境新这个关岛啦，或者是夏威夷啊。路透社说，我们国内的台湾区域安全官员的评估说，中国大陆可能就在未来几天之内，用台湾总统赖清德即将出访太平洋地区为理由，在台湾附近展开军演，还是没有在出访当时这个出访前还安全一点了吗？那所以呢，以这个执政党的标准来看的话，只要跟大陆有关任何的交流，通通都是统战的一部分。请问过去民党是不是也常常到大陆去交流呢？包括陈菊，就连赖清德自己本身也曾经到大陆去交流，不是吗？马办执行长萧旭岑直接回批重话的说，民进党只想把台湾年轻人关起来，甚至骂这样的官员的言论是可耻的。而大陆陆委会我们台湾的陆委会副主委沈友忠是说，从访问团申请的交流活动内容项目来看，没有违反国安的疑虑。这也是当然，因为否则的话怎么会核准呢？当然还有个新消息，卡了很久，双城论坛，这是上海市跟台北市双城的定期的交流呢，终于宣布说是在12月17号准备要在台北举行了，而且这次呢，上海团的名单已经送到陆委会了，就看审查结果如何。据了解，初步已经有一个流程上面的通关的交流跟默契，是不是马上就会准许了呢？那这样什么都不行的话，难道这些来的人不会是共产党员吗？所以两岸是不是现在是已紧张到没有回旋空间？我们在 APEC 当时不是说拜习会见面，我们外交部还特别发文说没有点名赖清德，一再的澄清，结果真的听起来其实我们也觉得蛮尴尬。国台办今天记者会上是一再的点名赖清德总统，他就说赖清德以骗术话语又欺骗诱导年轻学子接受台独分裂主张，意图让无辜青年成为台独的牺牲品，其行可耻，其心可诛。这过去真的也不至于到这么重这样的文字跟这个，不管是用字遣词啦，那不也是 APEC 我们外交部还先发了任何声明之后，现在他再度的证实，对啊，这就是曾经有的对话内容，然后再来让双方紧张的关系用点名的方式越来越严峻吗？那当然，习近平也见了李显龙。这几天连续以来的访问里头，包括了其他的商业啦，或者是今天跟习近平主席所见的面谈到的是美中关系，那怎么看？李显龙说的是，各国现在强调国家安全、供应链要韧性，而不是经济整合跟国际多边合作。那大陆方面当然是希望新的这个实践真正的多边主义啦，那要这样的抵制所谓保护主义吗？川普上来就直接要往这个保护主义更加的升级，台海局势的升级其实也不用刚包括预告说可能会有的演习啦，近来包括了这巡航舰等等的各种的动作是非常的多的。而美国这倒是说今年第3次喽，美军的 P-8A 巡逻机穿越台海，那说国军全程监控，这个美军第7舰队特别宣布说，展现对于自由跟开放印太地区所做的承诺，自由飞行。解放军这个部分非常的看重这个事情，他认为很重炮的批评了公开炒作，误导国际认知。而在 G7 的外长会的联合公报里面，也做成了一个结论，提到了台海。他们强调台海和平很重要，布林肯甚至说要联合抗中力量大。所以抗中是美国的路线，台湾呢，当然目前也是从中站队啊。但美军在强化印太的布局，包括了我们昨天也提到包括了明尼苏达号啊。布防关岛，还有很破天荒有一个
岛屿旁边有5艘核潜舰的这样子的布局。海马斯的所谓的击杀链连线又是什么？就是代表了台湾啊、菲律宾啊跟美军啊都共同使用这个 M142的这样的系统。那这个反舰飞弹呢，跟雄3还有反舰的菲律宾的美军提风系统说是连成一气。所以台湾向美国接装的11套海马斯火箭系统，就可以各种远程的飞弹，具有打击火力，必要的时候可以造成对于中共的威胁造成威慑吗？那么因应台海的冲突，菲律宾是说我们自己有自己的计划了，我们可以保护自己了。美国陆军所部署的这个提风，处于菲国的北部里，我们自己还有其他更进一步的应变计划。而台湾呢，又怎么应变？彬哥，我们刚刚在 U12棒球赛打败了中国大陆，16-0提前扣 game， 那在第4局就结束了。那请问一下，这算不算交流？这是不是统战？12岁的小朋友，他们交流会这样吗？不是，沈伯央，你要这样讲的话，那你要不要赶快在立法院修法？就是我们完全跟中国大陆断绝任何往来，因为所有的一切交流全部都是统战嘛。那你就完全不能交流啊！陆客不要来不说了，台商也不能过去，台商过去就被统战啊，对啊，不是就是这样子吗？那大陆人来台湾也就是统战啊，所有全部都不要接触，你赶快修法好不好？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恢复到蒋经国时代，好不好？这就是你想要的啊，不是吗？那不然你说这些全部都是统战，那请问一下，那你还继续接触？那我想问你，你家老板赖清德不是还想请习近平吃那个虾仁饭、珍珠奶茶吗？那是怎样？赖清德心甘情愿被统战，是这个意思吗？所以我真的不知道你这个人的逻辑有没有问题啊！你什么东西都把它视为统战的话，你每天都戴着有色眼镜去看人家的话，那当然，那所有的一切都会有问题嘛。所以我觉得沈伯央，你要不要去看医生啊？你心态已经扭曲到一个很可怕。我觉得像你这样的人，居然在当民意代表，我不知道你代表的是什么民意。这真的非常非常诡异啊！然后你们的陆委会其实这一次来的人，所有都经过陆委会检查，陆委会都没问题。陆委会可不是国民党开的吧？是你民进党指派的官员吧？那他们都认为没问题，所以你是在质疑陆委会有问题吗？怎么会容许这种统战事情发生呢？这到底在讲什么？我真的不懂。那国台办去批评赖清德，那个主要是前一阵子赖清德去跟年轻人讲说啊，这个。反正台海之间只有3种模式，一个就是西藏模式，另外一个就9·2共识一国两制，然后第3个就是台湾2300万人团结在一起。然后他用这一种先射箭再画靶的方式，那当然就大家都选这个第3种，所以他就是刻意。老实讲，我觉得国台办讲的没有错啊，赖清德就是故意在欺骗年轻人啊，他没有好好去解释，其实。台湾根本没有人主张过什么西藏模式，台湾也没有什么人主张过1国2制。可是问题是赖清德就这样干了，因为他就是个骗子。那你遇到一个骗子，骗子被选上当总统，你能怎样？那李显龙，很多人会认为说他这次去会不会当中美之间的这个特使啊，然后缓和一下中美之间的关系啊？我是一直认为根本不会。李显龙人家在意的是他们新加坡的国际地位跟新加坡的经济发展跟新加坡的未来，他干嘛没事去惹中美之间这个东西？他有毛病吗？中美到底干他什么事？他要的是新加坡附近的稳定和平嘛。所以人家前几天被问的时候才会直接讲说：“哦，我们这个不会想办法去维持台海的和平，我们祈求台海和平，因为维持不关我的事，我也没这个能力去做这件事。”所以我觉得也不需要对李显龙抱持多大的期望。那至于说 P8A。其实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拜登只剩1个多月就要下台？对，他现在故意到处在搞事，对吧？中东也好，乌俄也好，现在台海这边也好。照理来说，你现在已经是看走政府的形态，你应该要一切先 hold 住，然后等川普上来之后，由川普再去决定怎么做。但是拜登显然不想让川普好过，他还是要在各个地方搞出事情来，把军队集结在关岛也是一样。请问一下，现在中国大陆要打关岛了吗？没有吧？那你把这么多潜舰和攻击潜舰集中在关岛，你想干嘛？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个就是拜登的临别秋波，他就是要摆出这种态势来。那至于你说日本、台湾、菲律宾、美国，当然希望这3个地方会连成一条战线。可是问题是，
这3个地方各自有各自自己的问题。日本现在石破茂自己的统治基础也不稳，那我们台湾现在情况也是非常糟糕。那菲律宾更不要讲，菲律宾正副总统2个都快打起来了，那你现在还叫他去关心这些东西，所以我认为美国人想归想，你真的能够做到什么地步？我看有限的。将军路透社这个报道当然是我们的官员又再度不具名的发表嘛，算打预防针吗？最近几天如果有军演，不要怕哦，这是已经在掌握之中。其实我觉得就是在打预防针了，因为我相信，就赖清德如果说出访来讲的话，那我们很难预料说是会不会联合利剑2024C就展开了哈。因为现在来讲的话，我们必须要讲说是作战讲究主动跟被动嘛，主动权是在解放军那边，我们自己台湾这边只有被动接招，那对方什么时候要出什么样的招，其实我们很难预料得到，所以必须要先打个预防针，对不对？让国民安心。但是我们可能要跟对方做沟通一下哈，这个当我们这个赖清德出国或返国的那天，不要实施军演，不然的话到时候他出不去或者是回不来，然后那就很难看。听说上次他到金门823炮战的时候去金门那一天了，他就解放军就还没绕台，就他拖到晚上才回来，因为整个台海上空都是解放军的军机在那边，就堵住不让你回台湾。那美国 P8这架反潜机就显得很其实很讽刺。为什么？你这是不是就是我们台湾话讲的来问导游、来沾酱油的？对不对？你到台海中心来，你有什么意义呢？这个你1个月来一次，按照统计分析来讲的话，他1个月来一次，但是解放军战机是每天都来，而且来的数量都是我们看到国防部自己公布的数据是主战战机、辅战战机。那 P8A 算什么？对，一次来有时候都是20-30架以上，或者10几架以上。那你这 P8A 你1个月来一次，对我们台湾防卫作战，你美国到底能够提供这一架 P8A 能够提供吓阻这个解放军的效能，还是协助我们台湾的防卫作战？我觉得根本没有什么太大意义，只是政治上面表示说，这个我们跟台湾还是这个坚若磐石的盟友吧，大概只是表示这一点而已。那美国建构第一岛链哈，我这边特别去了解一下，你知道他这个行动计划名称取什么名称？美国他们作战计划都会有一个名称哦，什么暴风影啊，或者是这个沙漠风暴啊，它这个行动叫做台湾有事。这么简单、啊？对，就是台湾有事，很不威啊！过去什么暴风影好歹很威，对啊，台湾有事。这是他整个作战计划的兵力部署，就叫做名称就叫台湾有事，就是在日本这个9州以南的这些岛屿，还有菲律宾这几个岛屿部署，想要借着以岛制海，然后在这边岛上面部署他的陆战队的这个远征军呐、就是滨海作战团，带着反舰飞弹还有防空飞弹到每一个岛无人岛上面去做部署。那日本自卫队就提供后勤的资源，包括弹药、包括油料、包括食物，对这些美军来提供资源。然后菲律宾那边也是如此的一种态势。其实我们台湾没有加进去，因为他台湾来讲，他认为说我们跟美国没有太敏感。如果我们加入这个，等于说是变成一个北约的一种联盟的形态，那解放军来讲的话，中共是绝对不允许这种事情，所以它是只有日本跟菲律宾，让美国他们这3个国家在搞。离我们台湾最近的有部署的兵力叫与那国岛，美国也在那边部署兵力。但是我们要检讨，就是说你部署这些导弹有没有效果，有没有能力？我们从俄乌战争里面，我们看到这2天的讯息，昨天才发生的。就是乌克兰又用中程战术导弹去攻击这个俄罗斯，就俄罗斯今天早上公布的相片，打了8枚，他拦截了7枚。那我试问一下，如果说这种同样一种款式的飞弹嘛，就是给我们台湾中程战术导弹300枚，你认为说是解放军拦截的能力跟俄罗斯比较来讲的话，你认为孰强孰弱？这东西很难去讲了。那最后我讲一下这个。菲律宾这国家，你说这刚刚彬哥讲的，他们总统跟副总统之间斗争，是不是美国有背后的影子在？为什么？因为美国现在很明显，他一定要马可仕当选总统嘛，对不对？如果说是杜特地的女儿当选总统来讲的话，美军是不是还这么容易指挥菲律宾来听话？他会指挥小马可仕，就是很单纯的，小马可仕有很多的辫子在他手上，所以他现在在协助小马可仕去准备搞杜特地他整个家族。那当然，杜特地他们也会很紧张，因为之前这个老马可仕他就暗杀掉他的这个政敌，暗杀掉，所以说沙拉会很害怕。
就是介入政局，这也是常态嘛。那老师，我们只是觉得上一次 APEC 人家拜习会，我们外交部一直发新闻稿说绝对没有提到赖清德的名字这件事情。那结果现在人家国台办就直接一讲再讲，当时我们就觉得有没有名字这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个发出来的讯息是什么嘛。那只是现在感觉情况就越来越僵。我觉得两岸之间的关系，还有中美台三角的关系，其实越来越复杂了哈。现在川普上来了以后，我想这个复杂化会更加的严重，而且呢，川普现在要对他的盟国都施予这个关税战，我觉得他的整个相关的关系会出现非常混乱的一个状态。到底川普是要把美国跟他的盟国的关系整个颠覆，还是会怎么样？我们都在观察啊。我讲一下沈伯洋很简单的观念，他就是说任何交流都是统战的一部分，所以沈伯洋很害怕统战，所以他连这种文的统战他都害怕，那就不用讲军事斗争了。那等于是沈伯洋等于是怕得要死，完全没有自信心了啊，这一个部分。那他的意思就是说，来台湾的都是统战，那我们去大陆的，那是不是我们对他们统战？我还记得我在当学务长的时候，我们北部的地区啊的教育区啊，我们有很多学务长，我们也到大陆去交流，到北大、到清大、到人大啊，然后也到南开，然后我们也到香港啊，到香港理工等，我们都有进行交流。那这样的话，是我们对他做统战，是他对我们做统战。我觉得这样也很奇怪，就沈伯洋怎么会怕成这个样子？怎么会这么胆小啊？那另外一个部分，我们台商，我们台湾跟大陆的经济很大嘛，影响台湾很大，所以交流经济贸易也是一种交流。那我们赚大陆人的钱，所以是大陆人让我们赚钱，也就是说大陆把钱让我们赚，那也是大陆对台湾统战。那你就把你的钱给大陆人赚，你就对大陆统战了嘛，不是这样吗？所以我是觉得说，怎么会有弱智到这个程度啊？这样的一个逻辑，然后这样的人还可以读到博士，而不只是如此，还可以成为民进党的排名第1名的这个不分区的这个立委啊，这个真的是了不起，也很特殊。我们就可以看出啊，这个赖清德用人的水平有多高。不过还有一点就是，我个人是判断了哈，我认为美国跟日本在操作台湾有事这个议题，然后借这个机会在台湾的周围部署了军事基地，来牵制解放军的一个动作。所以你看，会在与那国岛、宫古岛啊、石垣岛，还有在琉球群岛、台湾的北部，所以在台湾的东部跟台湾的北部，以及在菲律宾部署这个9个。然后也在台湾巴士海峡的中间也盖了一个军事基地。那你看，他把整个台湾都围起来了。那目的在哪里？目的就是美国在煽动日本跟菲律宾介入台湾的问题。然后到最后，解放军跟台军两军打仗的时候，日本跟菲律宾都被卷到里面，美国就推到后面去坐上官府。也就是说，他在第一时间先推动你跟他们打起来，接着他就推到后面去，然后等到打得两败俱伤了以后，美国人再进来收拾残局。我觉得美国人的用心啊很深啊，台湾的民众自己要想清楚啊。